柯子峰上当了，快下来用！不好，快撤！想把我引开啊？就你们这点小伎俩，早被刘大人识破了。找了这么半天，找什么呀？找到了没有啊？我帮你们找找吧。找死！是我，我帮你踢了，谢谢，还给你。给我留一个。听见了吗？去啊！让你去你就去，是不是男人啊？我看看是谁想行刺老爷。谁让你来行刺的？呀，还看我？让你看了吗？还看我？再看一个，再看，还看！别打，别打了！走！这肯定挺疼的。嗯。我不看，我不看，我不看。老爷，他们回来了。刘大人，那几个刺客已经被我摆平了。大人，您怎么知道有人要行刺您啊？嗨，他们本来想害的就是我，他们结什么王公公啊？王公公安全着呢。安全吗？大人，秦捕头，人我给你带回来了。秦捕头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把人带回来啊。不是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大人让我跟过来的。老爷，这2张银票啊，大人早就交给我了，而上面这2个字是大人离开济南之前就已经写好了的。夫人，起来了。你看到老爷了吗？没有啊。哥哥，刘学也不见了，就留下一封信。
带上王公公，一路注意安全，登州会合。走了？老爷，你说他这是何必呢？夫人他们都有马车，咱们为什么非得走着走啊？再说了，夫人他那边咱跟他们一块走还快，这个子枫还有秦朗那都在，还能保护大家的安全。你这个孩子糊涂啊你！多少人盯着咱们？昨天晚上不是冲过来的吗？那咱们就更应该坐马车走了。哎呀，咱们分开走，目标小，夫人他们跟着太麻烦了。总之，进了登州府，咱们就安全了。老爷，为什么咱们进了登州府就安全呢？老爷是大官啊，不能在登州出事啊！一出事，皇上就来查呀。富国泰不愿意看见吗？哦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这个富国泰在登州府肯定有秘密。不光是秘密，我看是根本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老爷猜，又是猜的。猜什么猜？马上你就看见结果了。哎，媳儿啊，你跟着我也不容易。哎，这次办完了事儿，老爷跟皇上说说，给你弄个当官干干，你看怎么样啊？好啊，老爷太好了，我弄个当官。哎，老爷，你给我弄个别的，弄个好的，我不想当官。那你还能当清官吗？啊？我向老爷学习嘛。大人，刘墉失踪了，我估计他是去登州的路上。这个刘墉真是不死不休啊！若乔明白了。老爷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行不行啊？老爷再分你点，来，我拨给你点。来，客官，不用，您的面条，前面有啊。哎呦，几位客官，来3碗面。哎，好嘞，您请。坐，3碗面条。好嘞。今儿啊，这仨人不对，你别看他，哪里不对劲儿了？你看其中2个刚吃完饭，闻见酒味了，嘴没擦，手没洗，他跑到这儿干什么了？那人家在那家没吃饱，换个地方不行吗？你再看其中一个，不说话，乱点头。您看看还需要？为什么？他是外地的，他有口音，他怕人家听出来。也有可能是个哑巴。那另外一个呢？他跟谁都熟，那说明什么？他是本地的。你往前想吧，其中有俩正在别的地方吃饭，来了一个本地的，把他们俩着急忙慌叫到这儿。你看现在还说事吗？泰然自若，他在掩饰什么？或者说，他在糊弄谁？老爷，你这长汉子的瘾又犯了吧你？我犯什么瘾？他妈要糊弄我啊！哎，老爷，你等等我，老爷。各种口味的糕点。你去那边找，你跟着我。今儿啊，看来这个富国泰还真是要去登州啊！老爷，你刚才不就是看出来了吗？看是看出来了，你不得试试真假吗？那咱现在怎么弄啊？还能怎么办？咱爷俩又赌对了。该去哪儿去哪儿，还是奔登州，但是走小道。你全赖我！你告诉他，在刘墉进入登州府之前，必须把他解决掉，否则严惩不贷。是大人。还有，万一失手，登州府绝对不能出现惊动朝廷的任何事情。去吧。
想得明白了。你说你这是何苦啊？看懂花布吧。二姐，你是不是担心老爷？你说老爷这次一声不吭就跑了，连锅都没带。这路上万一遇到什么危险，二姐你放心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我相信老爷不会有事儿的。吃。今儿啊，还顶得住吗？没事，老爷，顶得住。你这个孩子呀，走路还不及我呀。老爷，哎，我这不是脚受伤了吗？刘大人，大人，老爷，老爷，夫人，夫人，也没留句话，夫人不会怪我吧？啊？行了，见了面就好，咱们一块儿上登州啊！快，扶着点儿，喜儿啊，都快成瘸子了。怎么了？哎，脚磨了。走，夫人。怎么样，喜儿？没事吧？你也真是，就留一张字条自己就走了。这不是见着了吗？你知道你这一路上我有多担心你吗？在您的治理之下，这登州府的上上下下可谓是安居乐业，是啊，一片兴旺的气象啊。稍等。哎，师爷，他们跑什么呢？大人稍待。哎，这位小哥，打扰。李管家，知府大人，不必多礼。我问你，您跑去看什么呢？小人听说驿馆那边出了什么事儿，所以想过去看看。驿馆啊，驿馆能出什么事儿？小人也不清楚啊。哎，只是听说今天呢，咱们登州城的所有大小官员都在那驿馆门口。好，你去吧。哎，师爷，哎，走看看去。大人请。各位，知府大人到了。知府大人，这位大人，都不用去衙门理事了吗？知府大人，今日我等乃是岳家。哦，这么多人同时休假，那衙门怎么办？知府大人，岳家不过3日而已，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的吗？对呀，就是。若是衙门真有急事，我等自会终止假期前去理事的嘛，对吧？既然是休假，不在家里陪同妻儿，据此作甚？回知府大人的话是这样的，督察院左都御史到咱们登州了，此时正在驿馆内歇息，我等乃是特地前来拜见的。左都御史，他什么时候来的？听说是今日一早来的。呀，卑职一听到这信儿就马上来了。哦，顺嘴就溜达出来了。周大人，好像又碰了一鼻子灰呀。不是，我说周大人，你搞错对象了吧？哎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不能谁的马屁都拍，容易拍在马蹄上，踢死娘。是，左捕头所言极是，左捕头所言极是。哼。让我去拜见他，哼！他到登州并未到我府衙通禀，而是直接住进了驿站，想必是来闲游的吧？凭什么让我去拜见他？叫人把围观的百姓驱散了。这样一个邪佞之徒的趋炎附势、丑态之目，
让朝廷脸面何存？是大人。还有，通知立房，立即发文，取消本月所有官员的假期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哎呀，就这么点东西啊，你们还有没有啊？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，别藏着啊！我的全都放在这儿了。夫人，我没了。嗯，夫人，我……哎，行了，算了。不是，哥哥，你看我干嘛呀？我又不戴首饰。你的玉佩呢？哥哥，这玉佩不行啊，这是我。哥哥，这玉佩是皇上御赐的物件，要是弄丢了，有辱圣恩呐。不会丢的，你放心。就算有什么事儿，我替你跟皇上说。放进来。浑身上下就这么一个值钱的东西。这么点东西，凑合凑合用吧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我这个银锁行不行？行，放进来。哎呀，真阔气。那是。各位大人，你们都是前来拜见左都御史刘墉刘大人的吗？啊，是。刘大人旅途劳顿，尚未休息周全，所以还请大人们一个一个的来。一个一个来，这怎么看呢？这架子有点怎么啊？之所以这么做呢，也是给大家行个方便。哎呀，御史大人如此为下官们着想啊，真的是下官们的荣幸啊！正所谓，这位大人，在下登州同知梁世谦，求见刘大人。梁大人，跟我来。卑职登州同知梁世谦，拜见御史大人。哎呦哎呦，梁大人，请起，请起，请起。卑职多谢御史大人。哎呀，梁大人，不必客气啊。本府这次来啊，并无公务，就是闲游，所以呢，咱们就像个老朋友似的聊聊天就可以了。御史大人抬爱，卑职真是受宠若惊，受宠若惊。没什么抬爱不抬爱的，这都是为了朝廷效力嘛。说不定哪天梁大人升迁了，入京为官，那咱们就同殿成臣了嘛。啊，哎呀，御史大人说笑了，说笑了。哎，这可不是玩笑，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呀？是不是？这都得靠贵人相助。哎呦，这卑职不知道大人正在会客呀，真是太失礼了。子枫啊，咱们此次微服，嗨，咱们这次闲游啊，你也不必那么多礼数啊。哎，好，那多谢大人，卑职就先下去了，卑职告退。哎呦，这，我怎么笨手笨脚的？哎呦，这，卑职该死，大人恕罪。这就走，这就走。卑职告退。这个啊，这是御前3品带刀侍卫啊，跟着我出来，一个是保我周全，二一个陪着我家夫人出来买东西来了。应该是我家夫人买东西的清单吧？是一张啊，卑职没看清楚，还请御史大人过目。
啊，果然是份清单。御史大人，卑职府中还有琐碎事要处理，先行告退，改日登门拜访。哎，梁大人忙吧，忙吧，不送不送，啊。他也出来了，梁大人，怎么样了，梁大人？哎，梁大人，梁大人，下一个该轮到哪位大人了？下官卑职登州捕头左御，求见御史大人。你是捕头啊？是。这位大人，跟我来。好，多谢这位大人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怎么先去？是啊。进来。快！大人，该吃饭了。放那儿吧。大人，您还是先吃饭吧，要不然又凉了。这，大人，好，吃饭。吃饭。哎，哦，小姐睡了吗？早就睡了，老爷。小英，你还是下去休息吧，等一下这里我来收拾就好了。哦，那就有劳师爷了。那奴婢告退。这丫头怎么老是怪怪的？咱们府上就这么一个丫鬟，既要伺候小姐，又要照顾您。您这一熬就是一宿，饭菜是凉了又热，热了又凉，任凭谁都会吃不消的。多谢。走走走。贺侍卫，哎呀，秦捕头，哎呦，秦捕头，你在这儿呢，我找你半天了我。哎呀，哎。你说你这大晚上的不睡觉，为什么马呀？人无外财不富贵，马无夜草不肥。这又不是咱自己的马，喂那么肥干嘛？是马就得吃草啊。哎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
是找我来的吗？我是找你，我找你有事儿啊！我找你这个事儿，这个事儿，哦对，我来找你，主要是想问你几个问题。首先啊，你说你为什么那么看不上那个叫左玉的人啊？哪位？就是今天最后一个拜见大人那个。哦，他啊，因为他是个捕头。哦，不是，这算什么理由啊？同行相欺啊？你还有事吗？还有啊，你说这刘大人让我今天抱着那首饰盒一遍遍的演戏，还把信给那些官员看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揣着明白装糊涂，考我？不，我真不明白。我来找你主要就是问这个。哦，我不说了吗？马无夜草不肥。哦，青布头高见，我明白了。刘大人是马，正在索贿呢。这是你说的，不是？这怎么是我说的呢？夜草来了。这么晚了还走后门？什么？他们竟连夜向左都御史行贿？是的，大人。不过确切的说，应该是刘墉在索贿。此话怎讲？据说昨日去拜见刘墉的官员，都在他那儿无意间看到了一封信，寄信之人是隔壁莱州府的一个官员。信的大致内容是，刘墉在途经莱州府时，曾许诺过这个官员升迁，而后不久就得到了兑现，故而致信以示谢意，并且还附带了一箱珠宝。岂有此理！我早听说刘墉这个人，头脑聪明，机智过人，但我没想到，他竟把这个聪明劲儿用到这上面来了，真是无耻至极。是啊，北将，我要亲自见见那封致谢信。是，大人。我说你忙活了一晚上，就只收了3万两银子啊？对呀，都怪刘大人。你说人家送来的，他只收现银，什么珠宝、古董、字画都给人家退了回去，银票他都不要。你不会真以为刘大人是在索贿吧？当然不是了。是这样，你看，咱们留在登州就得办案吧，办案就需要银两，所以啊，这顶多就算是个化缘，不算索贿。大人啊，其实是在试探登州的官场形势，明白了吗？你是说大人是在试谁贪谁不贪？这有什么用啊？用处可大了。那贪的呢，就可以用作办案的引子；不贪的，可以结为同盟。这回我说明白了吧？你是说刘大人想要在登州拉结自己的同盟，一同对抗傅国泰？哎，这还聪明点儿。刘大人这么聪明啊？那以后咱们在登州就不用孤军奋战了。哎，你别扇了，这药都煎糊了。哟，你手没事吧？烫着了？没事，没烫着。给我看看。不用了，没事。哦。哦，对了，昨天晚上你来找我了，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昨晚有找你吗？没有啊。那我看错人了。骗到你了吧？是我，不然还能有谁啊？哎呀，其实我就是想跟你聊一聊，因为我看见上次送你那个玉佩，你没缺给刘大人，那就是舍不得呗。我明白，都这么明显了，我怎么能看不出来呢？我又不傻。梦楠姑娘，真有点傻了。梦楠姑娘，折腾一宿还不够，一大清早就过来煎药，
真想把人憋死在这儿啊！庆哥，刚刚走，我来帮你。别闹了，等会来人我又走不了。这回去还不知道怎么跟府里人交代。交代？跟谁交代？你们府上一共就那么2个半人，交代个屁！交代。行了，不跟你说。哎呀，再玩会儿。不跟你说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今儿晚上，到时候再说。哎，莹儿，快！莹儿，快点！没人了？没人。今儿晚上见。哎呀，知道了，走了。别忘了。原来是刘大管家，小的见过刘大管家。那女的谁？我妈。你妈为什么大白天走后门？离家近呗。你妈为什么那么年轻？嘿嘿，年纪小。多大？23。你呢？32。哦，不对，你妈是来偷东西的。啊！青天大老爷饶命啊！小的冤枉，小的真的冤枉啊！行了，别嚷嚷了，瞎嚷嚷什么呀？这一大清早的，让人怎么吃饭呀？还有你，都说了，咱们这次是出来逛逛，你多管什么闲事儿啊？跟驿馆的主事较什么劲啊？夫人，我是怕他偷咱们东西啊。咱们有什么好偷的吗？怎么没有啊？昨天晚上怎么了？啊？我问你昨天晚上怎么了？昨天晚上，我家老爷问你昨天晚上怎么了？我昨晚上怎么也没怎么。说实话。我偷了。老爷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这小子绝对有事。快说，你昨晚上偷什么了？我偷人了。老爷，他说他昨晚上偷人。你偷的什么人？是登州府衙门里的一个丫鬟。登州府衙？是。哎，请转告你家大人，刘大人今日不见客。大人，左都御史刘墉刘大人今天不见。看来本官是无缘见到那封致谢信了。不过也罢，省着脏了本官的这双眼睛。请转告御史大人，登州府不是什么钱都可以拿走的，要拿走就要付出代价。师爷，咱们走。是，大人。起吧。大人，李元贞大夫走了，是走了，但他临走前留了句话，他要查我。您怎么知道的？现在登州府啊，最怕我刘墉的就是他。可他是为数不多的没来贿赂您的人啊。不来行贿就是好人啊！你别忘了，他女儿是暖心阁的花魁，他女婿是朱任。我差点以为啊，他是可以跟咱们结成同盟的人呢。同盟就算了，他当个药引子合适。您是想从他查起？被教。别以为自己是京官，本府就办不了他。皇子犯法，尚且与庶民同罪，更何况他一个左都御史。报！启禀大人，说何事？京城来的督察院左都御史刘墉刘大人求见。他什么意思？刚才还不见我，现在就追来了？大人，会不会是您临走之前留下的那句话？这么快就认怂了？
你告诉他，本府今日不见客。是。轻着点啊，轻着点，注意点啊。尹庆，哎，辛苦刘大管家了。这些人可靠吗？这些人都是我的心腹啊，我压根儿就没让他们知道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。一定要谨慎。哎，那是那是。哎，大管家，您放我这儿好好的，干嘛费事搬来搬去呀？你以为我们想折腾啊？啊，这不都是你们这儿的知府不开面吗？我们家老爷都登门拜访了，你猜怎么着？啊，那老小子根本不给我们家老爷见面，直接把我们家老爷给轰出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明摆着要查我们家老爷。哎呦，不奇怪，不奇怪。您不知道，我们这的知府李大人，嘿，李元珍，那老小子，那是出了名的轴啊。您不知道，以前嘛，也有一名外省官员，或者是赋闲游玩，或者是回家省亲，那走我们登州住我们的驿馆，那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事儿啊，对吧？您知道怎么着吗？人家走的时候，李元珍死乞白赖的，非得让人家自己掏吃住的钱。您说这天底下，他这天底下有这么办事的人吗？照你这么说，他算个清官。清官，清不清的我说不好，可我知道一样，登州府大小几百号官员，没有一个看他顺眼的。我看他就是傻。嘿，谁说不是呢？哎，对了，你说这些银子放在哪儿最安全？钱庄啊，那肯定是钱庄了。哎，您只要把这银子兑成了银票，他就是想查，也不好查，您说是不是？啊，有道理。可你们登州府哪个钱庄最可靠啊？当然是日昌钱庄了。哦。木南姑娘，他怎么样了？我在治疗中，他还是昏迷不醒。我给你看东西。你看，这毒蜂，你从哪儿弄到的？我在济南救他的时候，在他身上发现的。这是王公公独特的杀人手段。这种毒蜂会追随一种特殊的蜜，杀人时王公公把蜜弹到人的身上，毒蜂就会追随而至，蛰死这个人。我之前就被这种毒蜂蛰过。这种蜂毒会让人产生幻觉，但毒性遇水而起。我当时很幸运，天降大雨救了我一命。你是说，在他身上找到的？对，我也没想到，他居然害了那么多人。哎，木南姑娘，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你父亲当年死得很离奇，会不会也跟他有关系呢？我也曾怀疑过他，所以我必须把他救醒，当面问问他。爹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回老家去。回老家？真的？咱们都好久没回去了。爹在老家东昌谋了份差事，以后天天陪着你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，过踏实的生活。太好了，这样啊，就能天天跟您待在一块儿了。爹，你看我这剑法是不是有所进步？还应该多加练习。给我。啊？哎，不是，
我跟你说过，让你忘记我教你的所有武功，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？我为什么要忘记武功啊？而且我们为什么要离开京城？这些事儿你都没跟我说过，你是不是还有更多事儿瞒着我呀？记住，听爹的话，不然你会引来杀身之祸。从明天开始跟我去衙门，学习仵作技能，做我的助手。仵作，爹。这日昌钱庄虽说是起源于登州，可那是山东目前境内最大的一家银号了。虽说它的银票只在山东境内通用，可是俺们山东人呢，还就认这个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信誉好啊，刘爷，您只要把这银子存人家日昌钱庄，嘿嘿，停！哟好，刘爷对不住啊，您上座。我上座什么呀？我这屁股还疼着呢。哎呦，我怎么把这茬忘了？刘爷，我陪您走着走。走，来，请。刘爷，请。哎，刘大管家，咱这个为什么3万两银子，咱只存1万两？你是不是傻呀？都存了，花什么呀？那花啥都花2万两啊！2万两很多吗？那2万两，那相当多了。一看你就没见过世面。你想咱们出门在外的不花销啊？吃喝拉撒那不花钱吗？再说了，你跟着忙前忙后的，你1分钱不要啊？还有我的呢！哎，刘爷，我谢谢您，我谢谢您。行了，别谢了。我们家老爷说了，你只要好好干，钱都不是问题。刘爷，我一定好好干。您在老爷面前给我美言几句。哎，刘爷，咱到了。日昌钱庄，刘爷请。真没想到，这个刘墉这么快就把赃银转到了钱庄，并且还是用别人的身份存入的。他可真是个老手啊！大人，那您接下来打算怎么查呀？哼，这有何难？他用谁的身份，我就查谁。立即去找左捕头，命他密捕驿馆主事尹庆，不得有误。大人，这啊，我差点忘了，他们本是一丘之貉。算了，还是传尹庆直接过来问话吧。是，大人。大人，既然李若桥是李元珍的女儿，那为什么不直接去府衙质问呢？哎，李若桥在济南府，李元珍心里清清楚楚的，她可以摘得干净了，问也白搭。那我们还让尹庆去问府里的丫鬟，又有什么意义啊？当然有意义了。李元珍的女婿不是杀了人吗？按律当斩呐，结果被关进了济南府的大牢，你不觉着这有点意思吗？大人，你的意思是李元珍护女心切，徇私枉法，她和傅国泰之间有什么交易？嗨，肯定是啊。凭李元珍在登州府这点人缘，这点事他根本就干不成。当然了，也不排除傅国泰要挟他。李若桥不是在济南吗？英儿，开门。快，这么慢。那个，对不起啊。娘嘞，英儿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大力气了？那个，我找你有正经事儿。啥正经事儿？我们老爷明天要传你进知府问话。嗨，我当什么正经事儿？不就是传个话吗？我怕达不成。你知道老爷为啥要传你？还能有什么事儿？不就是我最近发了笔小财吗？多大点事儿啊！你真帮那个刘大人贪赃枉法了？
英儿，你咋了？没事啊。嘿，你要是没发烧，你怎么说这种胡话了呢？当时是谁让我说君子爱财，取之不管哪条道的？你怎么说出这种话了呢？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啊，我就知道你是关心我，你就是心疼我。来亲一个。哎，你别动手动脚的。那个，你想好应对的方法了吗？哎，有什么好应对的？哥现在是有后台的人了，我还怕他个小小知府啊。后台？啊，刘大人啊，你可别小瞧那刘大人，人家那是京官，皇上眼前的人，那比咱们这儿知府大的那不是一点半点啊。那他能真帮你吗？肯定帮啊。为啥？还为啥？他就……嘿，英儿，光你问我了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呗。啥事儿啊？你们家小姐是不是一直在济南呢？没有啊，我们家小姐一直在登州来着。一直在登州？不对呀，我咋不知道呢？你为啥要知道？不是你没跟我说过呀？那你也没问过我呀。哎，是。可是这1年多了，1年多我没见过你们家小姐了，这不正常啊。那是因为……说当年朱认真是李元珍托人送进大牢的。对，那个小丫鬟就是这么说的。还说什么了？他还说，当年李元珍将朱认调包放走之后，原本打算他在外安顿下来，再把自己的闺女李若桥送过去团聚。可是没想到这个朱认竟然一去不回，杳无音讯。再后来，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李若桥就疯了。那为什么李元珍要封锁这个消息？他说李元珍做人有问题，在登州官场上，所有人都不待见他。这个李若桥疯了之后啊，就整天胡言乱语。这个李元珍怕别人听到，抓住他的把柄，所以就一直封锁着这个消息。要这么说呀，这把柄咱们就抓着了。蒙南姑娘，带上药箱，咱们看看他去。好。什么？这个刘墉他又来了？是，就在衙门口等着呢。白天做官，晚上做鬼，怕是有礼相送吧？大人所言不差，那刘墉确实说有重礼相送。这样也好，省得我费力去搜集他贪污腐败的证据了。让他到大堂等我。是，大人。大人，大人，来了。没来呢，已经2个时辰了。哦，你就再等等吧。秦部长，找个地方歪会儿啊。哎。御史大人，御史大人，卑职登州知府李元珍拜见御史大人。哦，哎呦呵，嚯，哎呀，哎呦，孟南姑娘，秦捕头，李大人来了。
来。李大人啊，李大人啊，哎呀，卑职登州知府李元贞拜见御史大人。哦，哎呀，李大人呐，深夜造访不合适啊。大人，既然来了，就不要再客气了。也是啊，先礼后兵嘛，是吧？这么说，此次前来是兴师问罪的？兴师问罪不敢说，有两句掏心窝子的话想跟李大人谈谈。啊，好啊，卑职洗耳恭听。有茶吗？端一壶上来。哎呀，大人见谅了，这夜深了，下人们都睡了。哦，那算了，算了。李大人，啊，那咱们就开门见山。卑职也是此意。李大人在这登州上任多少年了？大人，5年，5年，5年了，可有什么政绩啊？政绩？大人，不知卑职在任的5年里，登州府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丰衣足食，这算不算政绩啊？算，当然算。那可有什么过失啊？过错？大人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卑职不知大人所说的过错具体指什么，是否？哎，李大人，你还有在公堂上养猫的习惯是吧？大人，卑职确实……这可不好。俗话说，男不招猫，女不逗狗。大人，有话不妨直说。大人此次前来，是否责备卑职未曾前去送礼啊？送礼？送什么礼啊？大人，咱明人不说暗话，我可听说你昨天晚上收了不少。哦，你都知道了。你知道了，那也甭拐弯抹角了。昨夜本府确实是收了不少的状纸。状纸？状告你，当年私放登州水师游击凶手朱任。御史大人，卑职一世清明，毁于一旦。卑职李元贞认罪伏法，请御史大人严惩。招了啊！我听说不到1个钟就招了，特别痛快。那就奇怪了，那既然招了，老爷回来的时候为什么还闷闷不乐呢？哎，老爷那是心又软了呗。夫人，我听说这个登州知府李元贞啊，算是一个清官，而且他做人呐刚正不阿，还有就是铁面无私。哎，你把他说的那么好，那他为什么还知法犯法呢？我也是听孟檀姑娘说的。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当年朱任果然是被李元贞私下放走的，为了他女儿。你说的他女儿是不是就是济南府的花魁李若巧啊？是她，也不是她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昨晚我们和大人见到了李元贞的女儿，她果然跟暖心阁的那个花魁李若巧长得一模一样，只不过经我诊断，她已经昏迷很久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这个济南府的花魁李若巧跟李元贞的女儿不是一个人了？确切的说，暖心阁的李若巧是被别人假冒的。假冒的都长这么像，除非是双胞胎姐妹吧？这倒不是，不是双胞胎姐妹。大人说了，是易容术。
难怪呢，老爷回来一直闷闷不乐的，原来是这线索又断了呀。哎，不光是因为这些原因，刘喜儿说的没错，李元珍是个好官，只不过一时糊涂办了傻事儿。昨天都认罪之后，大人就想就此事跟他和解，可是他死活不干，非说要等到大人办完贪污索贿一案之后再向朝廷请命。他还查呀？哦，对了，夫人，我得出去一下。你去干嘛？我去给李若桥诊病。行，那你顺便给这李元珍也看看，脑子怎么想的？这时候还查，是不是缺根筋啊？快去吧，快吃吧。老爷，去泡杯茶来。知道了。听不懂？我问你一下啊，你之前心里头暗恋向玉荣这件事儿，有没有跟你酒馆的伙计提起过？我跟别人说这个干嘛？好，你看啊，这是你最大的秘密，如果被别人知道了，可能会让你身败名裂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的意思是，刘大人分析的是对的。你看，李元珍这么在意自己的名声，可是他为了他女儿徇私枉法这件事儿，这么大的秘密，他可能让一个小丫鬟知道吗？哎，银倩儿，哎，来一下。大人，有何吩咐？我问你一下啊，你昨天晚上跟那个丫鬟小英私会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她跟往常有什么不同啊？大人，好像昨儿也没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，因为昨儿我们压根儿没行那个。哎呦，我想起来了，大人。哎，大人，小英昨个晚上她不让我碰她，并且她力气特别大。好，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啊，是大人。你看，李元珍的女儿都容易被易容假扮，那个丫鬟小英，你是说，小英也有可能是假扮的？那小英跟尹庆说的话也都是假的。糟了，木南有危险，赶快告诉刘大人。小英，把水。这丫头又跑哪儿去了？来，啊，邱大夫，本官有重要事情要处理，未曾出门远迎，还望邱大夫多多见谅。客气了，李大人。邱大夫，这小女的病是否能够治愈啊？这个还不好说。毕竟令千金生病时日已久，我也只能治治看了。好，只要有希望就可以了。只是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邱大夫，您请讲。这令千金的病源于心结，配合着药物和针灸可以有辅助作用，可这身边还得挑选细心的人来仔细照料着。邱大夫，这细心的人，你是说小英她？
我也只是随口一说，大人不必多想。啊。不能喝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府上闹鬼，闹鬼了！有刺客，站住！大人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就是府上那只鬼啊！啊，应该说是替死鬼。行了，李大人，咱们换个地方说话。好，大人，请。孟南。让开！让开！干嘛呀？这是？走走走。哎，子枫，不对，怎么了？人应该没跑过来，迎亲的队伍没有乱。说的对，走吧。什么？嘉勋已经……御史大人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哎，这还有什么假呀？这你还不相信啊？其实我们这次来登州啊，夫人，老爷，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呀？你不是说他是个清官吗？卑职望郡主不吝赐教。那这到底……夫人，这话都说出去了，还憋着干嘛呀？说吧。其实啊，我们这次来登州，主要是调查你们家姑爷朱任死在济南府的这个案子，顺便调查一下当初他为什么没有在登州伏法。卑职惭愧，卑职惭愧啊！卑职也说过了。先听我把话说完。好，你说。你知道我们家老爷为什么在登州贪污索贿吗？这什么这？这当然是办案了啊！我们家老爷能是这样的人吗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们家老爷向登州的贪员索贿，那其实就是在试探，是看看他们当中到底谁是贪官，谁是清官。如果是清官啊，只是一时糊涂，那也就算了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况且现在大清朝贪腐成风，像你这样为百姓着想的好官不多了。毕竟万事以民为本，民意不可违啊。御史大人，真是用心良苦，卑职受宠若惊，感激不尽呐。行了，李大人，本来呢我是不想告诉你，但是我家夫人既然说了，那也就说了，无所谓。但是呢，下不为例，下次不能再这样了啊。卑职知道。哦，对了，卑职有一事相求。但讲无妨。不知御史大人怎样处理办案时所拿到的银两？自然等结案之后上交充公。好，如此甚好。那好吧，你也抓紧时间处理尸体，我们呢回去等2个属下啊。夫人，那就走吧。大人，请。就别让我动手了吧。
说那丫鬟没死？不，她确实死了，只不过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别着急，慢慢说。我今天早上去看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事儿，她没有洗脸。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丫鬟太不称职了，怎么不给小姐洗脸呢？后来我就想到了易容一事，我就仔细地观察了她。我在她的脸上并没有发现易容的痕迹，我当时也没太在意，我就觉得可能就是单纯的偷懒。后来她死了，我就又仔细地检查了尸体。那块淤青虽然很浅，但能看得出来是脖子被扭断后留下的。换句话说，这丫鬟不是死于弓弩，或者是说她是在中箭之前就死了，而且死亡时间至少在1个时辰之上。最可疑的是，这个丫鬟其实并没有被易容。你是说，她死了1个时辰了？对，活生生又出现在了你给李若桥看病的现场。正是。然后那尸首又蹦起来挨了一箭。差不多是这样吧。那是不是易容的手段太高明了，没瞧出来呀？不可能啊，易容手段再高明，也会露出马脚和破绽的。难道说有人赶尸？啊？不会，不会出现这种事儿的。大人，大人，那个杀手被我抓到了。啊？在哪儿呢？在差房，秦朗看着呢，等您审问。怎么逮着的？手拿把掐呀。子凤啊，你确实看见这杀手杀了那个丫鬟？看见了，要不然怎么去追他呢？当时情形怎样？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，您跟格格不是进了知府女儿的房间了吗？我和秦朗就跟进了院子，听到响声，扭头一看，那小丫鬟正推门往出走呢，可是见到我俩又退了回去。我当时就发现不对劲儿了，我跟上去推开门，只见那个小丫鬟提着刀，直挺挺地冲我劈了过来，说时迟那时快，身后一剑过来，我腰马合一，一个闪身，怎么着？那小丫鬟呀，伤我不成，反而中了一剑，断了气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杀手在房檐上正想逃跑，不料被我发现，我起身一跃。行，我问你什么，你说什么就可以了，可以了啊。大人，那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丫鬟有问题的？你想啊，这个李元珍这么爱惜自己的名声，她是爱女心切，迫不得已才徇私枉法的。这种事儿，她能让一个丫鬟知道吗？原来是这样啊！哎，这回啊，还多亏大人细心，否则你就有危险了。多谢大人了。行了，你们2位歇歇吧，我去会会柴房这位。铁大人，这在济南府大牢啊，要没有铁大人照顾我可能早就回了京城了。傅国泰没奖励奖励你啊？啊！你看我这什么脑子，我还忘了，你跟傅国泰之间还真没有直接的联系，你们俩当间隔着个会易容术的女人，我说的没错吧？铁大人，你这人呐，什么都不在乎，给谁当狗都是当，不分男女，对不对？刘墉，士可杀不可辱，有种你就给我来点痛快的。别急，痛快的有啊！想要痛快的还不简单吗？你不是开过赌场吗？咱俩赌一把，啊！我赢了，你给我一痛快的；你赢了，我给你一痛快的。你想怎么赌？咱们就赌啊！我下边要问你什么问题，你看怎么样？什么？耍我呢？这可不是耍你，这君子协定，这说瞎话天打雷劈。好，
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没有什么资格拒绝你。我猜，你是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，对吧？行，那女的都杀了，你还说她干什么呀你？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还有机会？那我猜你是想问我为什么杀了那个女的。咱别老围着那女人转，行不行啊？你还真是给她当狗当惯了，是怎么着你？最后一次机会了啊！那你就是想知道我是受谁指使？净说这没用的，傅国泰呀！你是受傅国泰指使啊？你跟他中间隔着一女的，傅国泰几次三番让这女的杀了我，没杀成，最后傅国泰急了，让你把这女的杀了，然后取而代之。当然了，让他真生气的还是这最后一次，他诚心把我这断案目标指向登州。这登州知府李元珍呢，人又是个清官，我要把李元珍办了，老百姓就不干了。哎，借着老百姓这一闹这事，把我轰出登州，不就这么笔账吗？我说对不对？可惜呀，您没逮住这机会呀，杀主上位的机会没逮着。更可惜的是，您自己还让我给逮着了。你看这事儿闹的。哼。都说刘墉智慧过人，心思缜密，可万万没想到，你聪明到如此境界，这简直就是未卜先知啊！甭戴高帽，认输不认吧？我认，你问吧。好，我问你啊，翠香楼地底下藏的那官银又哪去了？刘大人真是深藏不露啊！早早就知道这条线索，却一直隐忍不动，在下佩服。服不服吧？啊，莱州，莱州哪儿？沙河店。上面那人，也就是傅国泰，他在那里有一个地下银房，所有官银运到那里，炼化成私银，然后再运回济南。愿意带道吗？可以，但你要保我不死。我保你长命百岁。成交。哎呦！老爷，这小子在外边偷听，被我给抓了。大人，我冤枉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今儿啊，把咱们钱庄所有存的银子都给我取出来，走，奔莱州。哎呀，行了，宁老哥，别送了啊！好嘞，不送，好嘞，走。老爷，夫人都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好，那咱们出发。不等喜儿了？不用等了，城外见，说好了啊。子枫啊，哎，这俩人都装车上了，都装好了。哦，哎，秦朗呢？大人，咱们出发吧。哦，行，夫人，天儿不错，咱溜达溜达啊，走。老爷，这登州如此繁荣，看来这李元珍啊干得不错，就是性子轴了点。他那是轴一点吗？他那是缺根筋。大人，咱们真把这批赃银都运走啊？银子都出了城了，不运走怎么办？那你这些都是要作为办案专用费用？你也可以这么说。其实啊，它是办案的工具。什么意思啊？出了城你就知道了。
知府大人，知府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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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冤枉啊！怎么停了？这。子峰，不大对啊！你也感觉到了，有人正在盯着咱们呢。射！保护大人！没事没事，快躲起来！上！铁大人，走走。站住！别跑！拜见刘大人。多谢左捕头救命之恩呐！看来这莱州果然是一路艰险呐！啊，是李大人派我来救您的，出了登州还是很危险，还请大人跟我回去吧。好吧，那就让左捕头费心了啊！大人请。什么？御史大人，您要查办的是巡抚傅国泰？怎么着？不行啊！你个登州知府敢查我个左都御史，我一个左都御史怎么就不能查查他呀？不，卑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是我卷着银子跑了是吗？不什么呀？那你干嘛派人追我呀？李大人呐，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你做得不错，这个我也看到了。但是你这个性子得改一改，是不是啊？眼界放宽一点。多谢大人教诲，卑职铭记在心。光铭记管什么用啊？得做，明白吗？不忘朝廷，还得学会变通，是吧？实不相瞒，御史大人，卑职真不愿意与那些奸佞之辈同流合污。谁让你同流合污了？你不会出淤泥而不染呐？啊？我问你，我为什么敢在你登州这儿收银子呀？我想是大人位高权重吧。胡说，那是因为你人缘不济，
人家不听你的，明白吗？为什么我卷着银子一跑，那么多人过去追呀？不是良心发现，不是突然有了正义感，那银子是他的，他能不追吗？他得追上问问，不问明白了人心不安，懂吗？哎呀，李大人呐，挺好个官儿，我跟你说这个没有别的意思，我是不希望你啊，本来做的不错，结果因为不谙世事，是吧？弄得做砸了，这就不好了。卑职多谢御史大人。行了，起来啊！咱们之间用不着这个啊。那么，李大人可愿与我同舟共济呀？大人是说，啊，卑职愿意。哎，好，好。这个你再看。宁掌柜，宁掌柜，赶紧的！哎呀，刘公子来了。刘公子，哎呀，你搁这瞎忙活什么呢？哎呀，刘公子，您来了。宁老哥，别来无恙啊！啊，无恙。哎，刚别了一天，能有什么样啊？也是，无恙就好。哎，刘公子这边请。哎，伙计，看茶，行，快啊！坐，刘爷请。我说宁老哥，别这么客气啊！哎，应该的。刘公子这次又是存钱2万两。昨天提走1万，今天又存2万。刘公子这是……嗨，发了点小财，昨日的那1万两赚的。 1万两一天翻了1倍，这都不算什么，要放在以前啊，赚的比这还多。哎，刘公子是做什么生意的？我呀，就是做……不说了啊！哎，喝茶。对了，宁老哥，上次来啊，我忘了问您，把银子存在您这儿，是不是随时都可以取出去啊？啊，除了每个月13号我们清点库房，剩下的时间您随便来，哪怕是半夜，我们随时给您清点现银啊！好，我们就喜欢日昌钱庄这一点，咱不多说了，点银子，走，点银子去，走，刘爷请，请客。 对，请客。都请谁呀？登州府所有的官员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左捕头庆功啊！要不是他，左都御史就遇难了。没必要都请吧。我们这银子，哎呀，这银子的问题你就不要考虑了，将我祖传的那块玉石卖了就是了。啊，不这。还有，你去刑房。 将登州府近3年来所有的案宗都拿过来，让我看看。是大人。啊，你去忙吧，我看一下。是大人。孟南，老爷怎么样了？啊，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风寒而已。那就好。那你开个方子，我让喜儿去给老爷抓药。好的，夫人。大人，这……孟南姑娘，什么毒啊？ 确定不了，不过暂时不会要您性命。好，那就好啊。那大人，您这是怎么中的毒啊？
要说现在能给我下毒的，就是王秉忠啊。可是第一，他是没醒；第二，他也没这机会啊。大人，那您是怀疑咱们自己人？那绝对不会。那这会是谁呀？猛男啊，这个事儿啊，先别跟别人说，免得大伙儿担心。啊，不是短时间要不了命吗？没事，甭理他啊。那怎么能行啊？你今儿把这毒解了呀，后边还不知道有什么毒呢，到时候该没工夫了啊。没事，当那个风寒治啊，没事。行吧，我多关注点儿。大人，出事了，李元珍死了。这怎么回事？好好的，多电话，是什么呀？御史大人，怎么把您给惊动了？梁大人，怎么回事啊？回御史大人，知府李元珍死了。见过御史大人。你验过尸体了？哦，查过了。情况如何？据卑职查验，李大人是死于他杀，一刀毙命。死亡时间大约是今日傍晚时分。迅速破案，严惩凶手。是，明白。大人，是那丫鬟杀死的。是那丫鬟杀死的。可是她到底死没死啊？死了的呀，就是死了。这是俩人啊？这不可能，两个人怎么长得一模一样呢？不会真像喜儿说的，是双胞胎吧？没事儿，这个呀，找人查查那丫鬟的身世就能查出来。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难道是因为李元珍要协助大人您查办傅国泰？应该不会的。老爷跟李元珍说这事儿是私下说的，而且过后不过半个时辰，李元珍就遇害了。他们的消息不会这么快吧？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啊，咱们现在又查着一桩与傅国泰毫无关系的大案。大人，那您的意思是，傅国泰故意转移我们的办案方向，故意为之的？不然能是什么呀？啊，因为这个傅国泰他知道，咱们手里唯一的线索就是李元珍的女儿李若乔。当然，这是一连串的事儿，明白吗？他首先呢，把这个断案方向啊往李元珍身上指，怕咱们跑偏呢，再派个丫鬟出来，然后他派铁笼来杀掉丫鬟，来一出呢杀人灭口，让咱们抓住铁笼，目的是什么呢？好说出这个莱州沙河店，把咱们往那儿支，半路设伏把咱们杀掉。可没成想啊，这被咱们识破了，他彻底乱了。他只好把李元珍再杀了，再次改变这个断案方向。也就是说，自打我们踏进登州，就是踏入了傅国泰设计的圈套，被他牵着鼻子走了。你就说对了一半。牵呢，他确实一直在牵，可是走不走那是咱们的事儿。什么意思啊？大人，那您的意思是，您早就识破了傅国泰的连环计，一直都在配合他？还真不是。这都是事后才想到的。不过呀，在登州咱们遭遇埋伏那会儿，我识破了。嗨，这个也得多多感谢这铁笼。就他这么小小一个表情，我就判断出来，其实这个铁笼他根本就不知道幕后黑手就是傅国泰。那就是想知道我是受谁指使。净说这没用的傅国泰呀！当然，后来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提到傅国泰啊，他表情上没什么变化，到最后他还是说漏了。
你想啊，一个正常人的想法，当他知道他幕后的黑手是这么大的一个官儿的时候，他能这么轻易就给供出来吗？他能笨到这份上吗？哎，他还真就笨到这份上了。他不仅招了，还有问必答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答出的供词都是别人提前授意给他的。他所有的供词的那个目标跟受益人的那个目的完全一致，那就是在登州杀掉咱们。登州府师爷李德明因垂涎登州知府李元贞之女的美色，多次向李元贞提婚遭拒而心生怨恨，遂起杀心，于本月初4下午将其残忍杀害，并逼封李元贞之女李若桥。如今案犯招供，证据确凿，故判案犯李德明秋后问斩。会堂。那个王秉忠还是没什么起色，是吗？回大人，没什么起色。据我判断，他这个昏迷是内伤所致，不是被自己毒药反噬的。哎，喝口水吧。啊，店家，来口茶。哎，来喽。那这么说，你已经试着给他解毒了？我已经试过了，用我爹教的方法，可是根本没什么用。哦。老爷，你看什么呢？夫人，我说我怎么全身这么别扭呢？合着这么多双眼睛盯着咱们呢啊！老爷，登州代任知府到了。傅国泰到了？不是他，是他那个狗腿子贾德才。傅国泰没到，这我还真没想到。贾德才在哪儿呢？在驿馆等着呢。你啊，让银庆去探探他的底啊。好嘞。尹主事，小人在。你在这登州驿馆多久了？回大人话，小的在这驿馆，哎呦，再有2月，整满7年呢。7年了？嘿，7年了。7年才混上一个主事，你得努力呀。哎，是，小的努力，得努力呀。这样吧，本府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抓住了，本府帮你平步青云。哟，真的？什么机会，大人？大人您指点。帮我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叮嘱刘墉。卑职贾德才拜见大人。哟，贾大人，甭客气了。谢御史大人。李庆，你老盯着我干什么呀？贾大人说了，我只要盯着您，我就能平步青云呐。哦，胡说八道什么呢你？出去！哎，贾大人，您刚说的话您就不认账了吗？这我让你滚！得，我不说了。是，行了，贾大人，啊，咱们也算老相识了，甭客气了。来，坐。多谢刘大人。贾大人，听说现在是代任登州知府啊，查上任知府李元贞的案子，查怎么样了？啊，回大人，基本已经查清了，凶手就是上任登州知府李元贞的师爷李德明。混账！不是，我不是说你，我这李德明怎么这么混账啊？他怎么能害死自己的亲叔叔呢？亲叔叔，这你不知道啊？你怎么查的你？啊，你应该知道啊。再有，他闺女怎么死的？被李德明逼死的。怎么逼死的？就说李德明他欲行不轨。这更不可能。李德明小时候是想进宫，等着都打走利落，想进宫没进去才归顺的李元贞，他怎么可能干这事儿啊？
再有，李元贞临死前说的什么？他说话了。废话，又不是哑巴，怎么能不说话呢？他临死前说的是啊。再有这些事，你出门之前，傅大人都没有交代吗？没，人哪儿去了？他去京城了。啊。卑职啊，衙门里还有点事儿，卑职先行告退了。行，忙去吧，忙去吧。歘个官府，人模狗样，觉着自己是个官。来坐这儿喝茶。肯定也是个脏官。这还能干嘛呀？肯定是回去请圣旨招你回京啊。这边再留个贾德才看住你，省得你躲起来抗旨不接。哎，有道理。看来呀，咱们这登州的时间真是不多了，必须加快速度。怎么加快啊？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，又派了个贾德才拖我们后腿，到处派人跟梢，我们基本是……恶人自有恶人磨，不怕啊。哎，秦朗呢？哦，一大早就没见到人，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最近几天天天这样。是啊，这秦朗呀，最近总是怪怪的，还见不着人。我也发现了。自从上次把那个铁笼逮回来之后，他就一直这样。哎，你提我干啥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我吓的他呀？老爷，行了，还嫌不够乱。哎呦，让贺大人久等了。我家老爷病得不轻，实在是没法出来见客。行，那请你转告你们家老爷，我明天还会来的。也好，那您明日再来吧。相吴葛川突然失去联系，现在我又被跟踪，定跟大人所查案子有关。我不能向大人说这件事，免得大人担心。有贼！怎么了，老爷？老爷！痛！我痛！我痛！谁给老子放的老鼠啊？谁给老子放的老鼠啊？缺不缺德？你有本事给老子出来！出来！错点是别出来了！来人啊！抓老鼠了！知府大人！知府大人！知府大人！下官家里遭贼了！知府大人要为我做主啊！笑？你们还有脸笑啊？左捕头，卑职在。你给我一个交代。据统计，登州府昨晚一共13家遭贼失窃，我要的是结果，结果你懂吗？是，明白。你现在把你的人全撒出去，给我找这个孙贼，3日之内找不着，提头来见我。知府大人，
那您之前安排的任务，岂有此理！说说吧，情况怎么样啊？情况也不知道算不算情况。说呀。就是他们那边出了一堆鸡飞狗跳的事儿。听说有一个贼给贾德才被子里塞了个老鼠，还有就是那个梁世谦和周连才，他们晚上睡着的时候，一个头发被剃了，还有一个脸上给画成了大花脸。这个贼一不图财，二不害命，你说这就是整天整他们，就好像是替咱们出气一样。的确，这些官员大多数已经被贾德才拉拢了。而剩下那些没被拉拢的呢，是碍于我们身后跟着尾巴，不敢会面。对，那个梁世谦就是这样。这贾德才来了以后，每天抱病在家，我看还是收拾他收拾清。子枫啊，你怎么收拾的人家呀？没有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大伙儿听着啊，这有人呐入室，一不劫财，二不害命。还能够神不知鬼不觉，有这等手段的，就是你贺子枫。不是，刘大人，我不是觉得他们闲的没事儿，不是喜欢盯着咱们吗？我就给他找点事儿干。行了，我知道你这脾气啊，以后这事儿咱不干。秦郎，你呢？我也被人跟踪了，但是就是那个公孙羽啊，我每次都把他成功的甩掉了。秦朗，你这些天忙什么去了？别说盯梢的人了，就是我们也找不着你了。我在做民间走访，寻找案件的突破口。那你查到了吗？目前还没有。夫人，这个民间走访啊，如大海捞针。不是个容易事儿啊！秦郎，慢慢来啊，慢慢来。晴儿啊，老爷你放心，绝对没有人跟踪我。他们可能觉得我呀不太好跟。哎呦，就您这体型还不好跟，我闭着眼睛就能感觉到你在这儿。老爷你看，行了，孟楠姑娘，我交代你个事儿。大人您说，放出消息就说王公公醒了。啊？那把这消息放出去，我们不是更危险了？所以啊，夫人，咱们得请秦朗、子枫还有喜儿，咱们一块儿配合着做个局。兄弟们，轻着点啊！另外俩搬上面的。快点搬，快点啊！你们这是干嘛呢？干什么呢？你们这是？不用理他，往里走。哎呦，左捕头，您这是干嘛呢？这不昨晚府衙出事了吗？知府大人没了办公的地方，所以要搬到驿馆来住。哦，搬我这儿来住啊？怎么了？你不乐意啊？哪能呢？关键我……得，那我去安排房间。等一下。按照这个上面的要求来调房间。来，都轻点，慢点啊！看来这贾德才是想把我们分开来监视啊。尹庆儿，你就按照他说的办。好的，夫人。可是这有一间，那是刘管家住的，您看这……那有什么呀？就让他搬出去，直接搬到后院去。好的，夫人，小人按您的吩咐去办。你去找喜儿拿点银子去。哟，小人谢谢夫人，谢夫人赏。夫人，这外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估计啊，是这贾德才被子枫给逼急了，狗急跳墙，现在要带人直接搬进来住。
那合着我忙活一晚上，没给他们添成堵，给自己找麻烦了。小点声，你生怕别人听不见哎。搬进来就搬进来吧，反正现在老爷是个闲逛的官员，也没有权利去管这驿馆的事儿。不是，那咱们就任由他们这么明目张胆的监视咱们啊？这也没什么不好的，明枪易躲嘛。就怕那狗皮膏药沾上容易，撕下来就难了。呸，当我没说。行，说好了啊，这宅子以后可就姓刘了啊！何老板，您听清楚了，这就算成交了，以后这所宅子就改姓刘了。那是那是，您啊辛苦了。嗨，我赚的就是个辛苦钱。行，那我就先行一步，告辞，告辞。得，您慢走。刘大管家，您还买吗？买呀，爷这儿有的是银子。得，那我带您去看看。走着，走。哟，这不刘管家吗？周捕头，您怎么来了？这不前几天这里发生了多起入室盗窃案吗？我们刚刚得到的线索是，这户宅子的主人有嫌疑，所以就过来搜搜。不是，这户宅子我刚买了，你看看契约还在啊。是吗？那可真对不住了，怕您一时半会儿的可能住不进来了。我们得调查取证啊！来人啊！是。先把这宅子给我封上。哎，这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找的宅子呀？这是？我也不清楚，不应该呀。这人我认识呀。不是，左捕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这银子不能白花。告辞。这房子怎么会有问题呢？不应该呀！这是你找的宅子，你得给我个交代呀！我也不清楚啊。你不清楚，你去找房主啊，对不对啊？房主我认识，他没告诉我这房子有问题啊。那就是他的问题，那你就得去找他。那你说我怎么办？我回去怎么向我们家老爷交代？那我一会儿去问问吧。你赶紧去，现在就去。得。别动！来人啊！有刺客！刘大人，您听我说呀！把这小子拴好刘大人啊！知道了，大人。我说刘大人，您这，贾大人，小人在，你说。刺杀朝廷重臣什么罪过，你知道吗？我都跟您说了嘛，这是个误会呀。误不误会啊？回到京城三法司会审之后便有结果，你跟我说不着。对，您说的都对。顺便告诉你一声啊，我已经给皇上上了折子。我此一路上若遇凶险，皇上必起疑心，到时候连累你们家府台大人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不送。宁老哥，哎呦，刘公子啊，刘公子，您来了，来，坐。不做了，我呢今天想取点银子。取银子？是啊，怎么了？哎呦，刘公子，您真是贵人多忘事，您忘了我跟您说了，每个月逢13，咱这儿不兑换银子。我知道，今天不是12吗？今天是13。不对，我记得今天是12啊。我还能骗您不成？您看啊，今天是13呐。嗨，你瞧我这脑子，我还真给记错了。你说您记错了？哎呀，是啊，可是我翻倍的生意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您看这事儿给闹的，要不您到别的地方
拆对点儿。我去哪儿拆对呀？这要是让我爹知道了，非打死我不可。你说这，哎呀！哎，宁老哥，哎，要不您先借我点儿？哎呀，不多，就5000两，我把利润分3成给你，您看成吗？3成，就是1500两啊！哎呀，要不4成，2000两总行了吧？准吗？我把银票压您这儿，您放心吧。成嘞！哎，啊，刘公子，请坐，请坐。好，你看我真给记错了吧？是。老爷，咱们真的回京城啊？回不去，夫人，哪儿那么容易就回去了？咱们就抓住一个公孙羽，这对傅国泰根本构不成什么威胁，他一定会想办法让咱们留下来的。再说了，他不知道咱们在登州查出了什么，万一咱要是拿到了证据呢？所以他哪放心让咱走啊？那这么说来，咱们出了登州，还有可能要打一仗？打不起来，打是打不起来。你想啊，不管怎么说，咱们现在压着他手底下的人呢，你这打起来，他不受牵连吗？是吧？这不过是对他有牵连，你说傅国泰他会怕这个？他不怕，贾德才怕。老爷你可真厉害，这样一来啊，咱们就能顺顺利利的。不过既然咱们没想着离开登州，干嘛这样瞎折腾一趟呀？折腾证据啊！就这儿待着吧。刘公子，刘公子，哎，走，好嘞。来了，正主上场了。大人，前方是刘墉的马车。这狗奴才，难不成让咱们给他让道？踏踏实实坐着，甭搭理他。哈哈，宁老哥不错，正好，多谢了啊！
哦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走了。哎，刘公子，您知道这银两是我挪用钱装的，您可千万不能有半点闪失啊！哎呀，我说宁老哥呀，我银票不都压您那儿了吗？您还有什么担心呢？对不对呀？啊，对对对，银票在我这儿呢，也没什么好担心的。哦，不送不送，回去。好嘞，走了。就。卑职参见府台大人。就这么一直耗着？耗着呗，有耗不住的。卑职参见府台大人。卑职拜见左都御史刘大人。卑职拜见左都御史刘大人。卑职拜。哎呦，哎呦，吴大人，罢了罢了。卑职给格格请安。行了，免了。刘大人，格格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呀？哦，嗨，我家夫人这不是说要回京城了吗？心里一高兴，就挺开心，是吧？哦，那这么说，刘大人也是要回京？哎呀，不回去怎么办呢，傅大人？本来我说呀，到这登州来，在海边走走，吹吹海风，结果这海风太硬了，把我给吹出毛病来。这不得回京城调养调养啊！看来刘大人还是不适应海边的气候，慢慢就习惯了。不行不行，我估计呀，病入膏肓。不会呀，这刘大人身体健硕得很呀。要不这样，卑职再陪您多待2天，好好看看这神秘莫测的大海如何？是吗？小的禀告府台大人，刘大人可能跟公孙捕头他们有点误会。误会？什么误会啊？嗨，傅大人，其实也没什么误会，就是你们那个捕头啊，他要杀我。什么？有人敢杀刘大人？算了算了，傅大人，既然您都来了，得了，卖您个人情，我把这人放了吧。不行，不行，刘大人，刺杀朝廷命官可是天理难容的大罪啊！
怎么能放他呢？贾德才，小的在。将那个刺客就地正法。哎，不用，傅大人，真的不用。我还想继续再挖一挖。不用，刘大人，此人留不得。行行，是是是。嗨，真不用。哎。哎，跪下！快！斩！刘大人，让您受惊了，请吧。哎呦，那好吧，傅大人，那就听你的。我跟着您，在这登州，咱们再看看什么神秘莫测的大海，啊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们还会回来的，让你把这屋给换一遍。你为什么还给我们弄馊了的毛巾？他不是这么回事，他关键这事你问我。刘喜儿，你没走啊？我，你什么你？你见本官也不行礼。小人见过知府大人。小的见过贾大人。贾大人，您千万别误会啊。我们俩刚才说的不是那个意思，您听错了。烧壶水给我送过来。完了！完了？这怎么能完了呢？哎，刘管家！哎呀！大人不好了，出事了！慌什么呀？不就是刘喜儿没走吗？大人，您知道这事儿啊？这个刘墉啊，真是着实了得。若不是我及时赶回来，恐怕他这次真的是要回京了。不会的，大人，卑职一直都盯得死死的。要不是那公孙羽，即便那个公孙羽不做那件蠢事儿，你还是盯不住他，因为你根本就走不出他摆下的迷魂阵。迷魂阵？这么跟你说吧，刘墉一到登州，便把他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我为他设计的线索里。李元贞渎职真假丫鬟，郊外遇险，包括你后来的贴身跟踪。貌似他是中了我的计谋，实际上他这是将计就计，因为他来登州的唯一目的就是日常钱庄。所以，他不惜动用所有的主力来配合我，而暗地里呢，却是让那个不起眼的刘喜儿来查这个日常钱庄。大人，您这么说完，卑职都觉得后怕呀。这个刘墉真是太厉害了。不过还好，大人英明啊，及时赶回来封了钱庄，才不至于酿成大祸呀。看来这海上的风浪还不够大呀。夫人，我闭嘴！现在说这些有用吗？老爷千叮咛万嘱咐，让你在城外守着，不要私自回来。你倒好，直接让贾德才给撞破了。哎，你说你这脑袋怎么想的？夫人，我就寻思着咱们早晚得回来，也不想麻烦你们去城外找我。那你也不能随随便便的跟尹气儿斗底吧？这下好了，一切前功尽弃，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。对不起，夫人。说对不起有用吗？今天别吃饭了。
孟南姑娘，我去把车还了。哦，那你去吧，注意安全。嗯。哎，孟南，你干嘛去？啊，我有东西落车上了，去取一下。啊，那你取什么？你歇着吧，我替你取。啊，不用，我自己拿吧。不是，哎，孟南为什么这么着急出去啊？我还是不放心。你这个孩子，拉着我脸干什么？夫人说过了，说你两句怎么了？我也没说怎么了，说你两句还不行？我又说一个。嘿，叫不出来了，出事了。今儿啊，没想到傅国泰动手动得这么快呀！是啊，哎，媳儿啊，你说你见过镖局那个镖车啊？叫什么名？叫风。走。这帮人拿项武葛春做人质，他们想让我干什么？没弄清楚前，一定不能跟大人说。孟南现在又跟踪我该怎么办啊？项武，项武，想见项武葛春，到登州府衙。秦大哥，你手里拿的什么？你怎么来了？谁给你写的信？你那手是什么？给我看看。就是药瓶。哎，子枫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放心你，所以就追过来了。我看秦朗神色有异，就跟踪他，隐约看到他手里有字条，写着登州府衙后院见。秦朗有情况。这样吧，你去府衙后院，我回去找大人。好。老爷啊，身体觉得怎么样了？没事，夫人，没事。我觉得大家最近都怪怪的。怎么了，夫人？这秦朗呀，看起来鬼鬼祟祟的，还整天见不着人。孟南不见了，子枫去找孟南，喜儿呢，把自己关在屋里，走不出来。你说这一个个都怎么了？嗨，没事，夫人，等过这段就好了啊。等等。我觉得自打这傅国泰呀到了登州，住进这驿站，大家都人心惶惶的。而且这喜儿还露了馅儿，感觉大家都看不到希望了。嗨，夫人，是你看不到希望了吧？啊，没事儿，夫人放心，都在这儿呢，出不了岔子。哎，可老爷，
你只剩3天的时间了。没事儿，夫人，没事儿。哎，老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这刚才呀，也不知怎么着把手给扎破了啊。你跟我说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没有啊。说实话。是实话，是没事的。你看。大人，我知道了，是秦朗给你下的毒。莫南，你说什么？夫人，我说，我就实话跟您说了吧，大人他中毒了，是秦朗干的。老爷，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为什么瞒着我呀？没事，夫人别着急，孟南姑娘看过了，短时间内要不了命啊。外的，你怎么知道是秦朗下的毒呢？大人，我亲眼所见，今天回来那会儿，秦朗说要还马车，我联想到他最近种种异常，就觉得不对劲儿，偷偷跟上了他，直到一条胡同。我刚开始以为他没发现我，我就跟着他，结果后来把人给跟丢了。我就想，他放着大路不走，为什么非要走那条巷子？我就折了回去，结果就发现了他。大人，你看，就是这个毒就是你现在所中之毒。孟南姑娘，这种毒怎么使用啊？这毒药无色无味，只需在手上或者衣袖上轻轻一挥即可。那岂不是施毒的人自己也会中毒吗？所以他需要随身携带解药。解药？孟南，你看看这个。大人，这个应该就是解药，您从哪儿弄来的？李元珍身上翻出来的。这是李元珍给你下的毒，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？他跟傅国泰是一伙的呗。大人，您怎么知道的？通过李若桥啊。李若桥？我一开始啊，也认为济南府这个花魁李若桥是有人易容所假扮的。可是后来呢，出现了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丫鬟，可是孟南姑娘又说没有任何人使用过易容术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？说明有人要欲盖弥彰，他只想通过这事告诉咱们有易容术这档子事儿。实际上，他为了掩盖登州李若桥、济南李若桥这俩李若桥是一个人，这样，咱们就放松对李元珍父女的警惕了，不是吗？哎，说到最后啊，这个还是多亏了那铁龙。我审他的时候，我诚心把易容术这事儿我说出来了，按说应该他反应挺大。你跟傅国泰之间还真没有直接的联系，你们俩当间隔着个会易容术的女人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可是呢，没有，他很淡定。通过这个就可以判断出来，李元珍这个忠诚的官儿，也不是真的。那秦朗呢？秦朗怎么会有这种毒药？嗨，这就是挑拨咱们内部矛盾了。你不是说秦朗在看一封信吗？我要没猜错，那封信那就是威胁他的。他为什么没事老往一个民宅里跑啊？民宅里边一定住着能威胁到他的人。能威胁到秦朗的人，那就是向月荣和向武了。大人，那既然这样，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我们可以去帮他呀。不对呀，你要是知道了，你就会跟着去，就会遇到危险。哎，其实秦朗是在保护你们。
项武在哪儿？你的兄弟就在里面，有本事你去救他呀。